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单刀直入 FX。今天为大家介绍 STP 交易助手的第一部分，图表模块的主要功能。充分利用 MT4 进行图表分析，增加了一些图表显示以及多个图表同时操控功能，让图表分析变得更高效、更便捷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导入 STP 交易助手的初始菜单。这里可以拖动菜单的位置，也可以点击缩小或放大按钮来改变大小。默认情况下，菜单使用10号字体，与系统显示的字体大小相差无几。用户也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。为了更好的展示效果，这次演示我们选择 12.5 号字体。在功能模块的菜单里，除了当前的图表模式，还有交易模式、订单修改与结算模式，以及历史订单统计等4种模式。当鼠标停留在菜单上面时，会显示双语提示。目前支持有中文简体、中文繁体和日文等几种语言。需要注意的是， MT4 系统显示这几种语言时才有效。现在系统设定的是中文简体。当导入 EA 之后，如果直接保存模板再使用，可能会出现显示错误，因此我们提供了保存模板的功能。首先，让我们查看一下现有的模板，然后点击使用货币对名称保存模板的按钮。这时会发现多出一个以 STP 和当前交易品种来命名的新的模板。接着我们将此模板应用于其他图表，此时 STP 交易助手软件也会同时导入。众所周知， MT4 拥有强大的图表分析功能，而且可以同时打开多个图表。这里我们演示同一品种下的不同时间周期的模式。这里我们以比特币和美元为例，同时打开6个图表。我们再整理一下窗口，再选择相应的时间周期。接下来我们将选择保存模板，并适用于所有相同品种的功能。再次点击保存按钮，这样可以同时更新所有相同品种的显示模板。在图表模式中，我们切换到不同的图表时，菜单会相应的放大或缩小。这里是无边框显示模式，选择后会增加显示范围，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使用。这时在空白处双击鼠标左键可以最大化窗口，再次双击也可以还原窗口。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关闭此项功能，这2项功能也可以单独使用。此外，我们还提供了控制其他图表的功能。选择此项功能以后，你可以改变图表的种类，放大或缩小图表，也可以更改自动更新或平移。所有的图表都会同步改变。在相同货币对的模式下，更改交易品种时，所有图表也会同步更改。在不同货币对的图表中，更改时间周期也会同步更改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只有各个图表的时间周期相同时，这项功能才有效。通过选择控制其他图表的功能，我们还可以同步图表的位置。这里有右侧、中间和左侧3个选项。在长周期下，一般选择右侧对齐，而在
较短的时间周期时，选择中间或左侧对齐会更加方便。可以看到图表的位置会自动对齐。另外，我们还提供了显示十字辅助线的功能。该功能可以在各个图表中显示相同时间和价格的十字线，方便进行图表分析。即使在不同货币对的图表中，这些功能也同样有效，用来对比同一时间的价格走势会非常方便。接下来我们介绍这里图表不受控制的功能。选择此功能后，当其他图表进行移动控制时，该图表不会同步移动，这样可以方便进行对特定时间图表的比较和分析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此时菜单不能自动最小化，需要手动选择。此外，我们还提供了显示或隐藏货币对名称和价格尺度的功能。当前的图表以红色显示。另外，还可以选择显示或隐藏图表网格。选择该功能后，你可以看到图表上的点数会相应的变化。没有网格时表示整个图表全体高度对应的点数，而有网格时表示每个网格高度对应的点数。由于系统中每个网格的高度可能存在细微差异，这里显示的点数是大致取整的平均值，可用来参考价格变化的范围。我们还提供了显示或隐藏交易量的功能。此外，你可以选择图表比例固定或自动的功能。固定比例会使显示范围较大，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使用。我们还提供了显示或隐藏交易时平线的功能，该功能仅在有仓位时有效。另外，你还可以选择显示或隐藏持仓点数。关于这里点数的表示内容，将在介绍交易功能的视频里仔细讲解。我们还提供了显示账户和货币对详细信息的功能，其中包括服务器的更新时间、交易日和交易时间、账户和保证金余额、杠杆比例等信息。同一账户中不同交易品种的杠杆比例可能会有所不同。还有显示交易可能的最大手数，该数值是由平台规定的最大值，以及由保证金比例计算出数值的较小值。另外还有最小的交易量，以及每手交易的货币量。这里表示了实时点差，以及点差相对于价格的百分比。如果有2个百分号，则代表1/1000。如果比例过大，就不太适合做短线操作。下面还显示每天和每周的最大点差统计。当终端持续运行1天或1周以后，这里的数字会变成蓝色表示，可以用来判断隔夜单或隔周单的止盈止损点数是否合适。另外，我们还显示了计算3天隔夜利息的星期几，大部分情况下是周3，但也有个别情况是其他的星期。这里以美元、日元为例，这里还显示隔夜利息的换算点数和相对于货币价格的比率，其中买入和卖出头寸的数值会有所不同。如果正好是计算3天的情况，这里会有表示3D 的数值。正值代表盈利，负值代表支出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隔夜利息不计入止盈或止损点数，需要用户自行来判断。这些信息对于进行长线交易或套息交易时非常重要。最后，我们还显示了5天和5周的点数变化范围的平均值，下单时可以用来参考。在切换窗口时，菜单会自动最小化。如果你希望一直显示菜单，可以选择不受控制的功能。这个功能在不同交易品种的显示模式下同样适用，特别是在对比点差、隔夜利息和价格变化幅度时，
这些功能对于选择交易品种和判断买入和卖出方向时会很有帮助。这里我们展示了平台上具有代表性的交易品种的详细信息，能够一目了然地对比各个交易品种的特点。这个是移动设备交易辅助模式，下面这个是动态止盈模式。这两项功能会在第二部分介绍交易模式的影片里详细讲解。这个是自动平仓模式，会在第三部分介绍订单修改与结算模式的影片里详细讲解。这个是设置交易箭头显示时段的功能，我们会在第四部分介绍历史订单统计模式里详细讲解。这个是显示软件时效和联系方式的菜单，会在第五部分介绍软件导入方法的影片里详细讲解。下面这个是否显示双语提示的功能。由于系统的不明原因，双语提示有可能出现乱码的情况，这时可以选择不显示，只显示英文。这个是否显示检查控件 OK 的功能。移动鼠标停留在新的控件上时，这里会显示 Check OK 的注释。一般情况下不需要特别关注，而在切换菜单或比对图表时间周期的时候，系统有可能会比较花费时间，这时要注意只有在 Check OK 的情况下点击菜单才有效，可以防止操作失误发生。以上就是关于图表模块主要功能的介绍。图表的数据分析是进行交易的基础，在此模块中，我们并未涉及订单的操作，你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各项功能的设置，并直观地操控各种显示结果。如果你有任何想要追加的功能，请在评论区留言，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、点赞和转发。请继续观看其他部分的详细解说。关于软件的购买方式，请参考下方链接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。